大家好，我是主君律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部 Netflix 非常红的影集《驯鹿宝贝》。《驯鹿宝贝》是 Netflix 在2024年推出的一个原创影集。那它主要是讲述男主角唐尼遭受一个跟踪狂玛莎骚扰的故事。那主要内容是唐尼呢，他是一个到伦敦追梦的年轻人，他想要成为一个喜剧演员，但在完成梦想之前，他其实跟很多剧场人一样，他需要一个足以维持生活的兼职，所以他就在酒吧工作。那有一天，酒吧呢就来了一个跟酒吧非常格格不入的女生，叫玛莎。那为什么说这个玛莎跟酒吧格格不入呢？因为她一个人来酒吧，她也没有朋友，而且她看起来就是唯唯诺诺，有点自卑，然后她没有点任何饮料。唐尼去关心她说：“那你要不要喝什么？”的时候呢，她说她没有钱可以点饮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那唐尼出于同情心呢，他就请玛莎喝了一杯茶。结果没想到，因为这一杯茶，从此以后玛莎每一天她都会到唐尼的酒吧报道。然后点一杯可乐，坐在那边一整天，就是为了跟唐尼讲话。那唐尼他自己本人就是一个不喜欢尴尬的人，所以他偶尔就是会选择性的附和啊。那玛莎也就真的就每天都来。有一次酒吧其他工作人员啊，他就是有点类似霸凌的意味，他们就开了一个调侃的玩笑，就调侃唐尼跟玛莎之间有暧昧关系啊。那唐尼当下其实是觉得这个玩笑话应该不会有任何人当真吧，所以他就选择附和了。结果没有想到玛莎当真了。那玛莎从此以后就缠着唐尼了。他除了每天都到唐尼的酒吧去报道之外啊，他一天会传送80-90封的电子邮件给唐尼。那每一个邮件可能都短短的，有时候是一些关心的问候啊、奇怪的报备啊，然后有时候会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调情话。然后他在邮件里面还叫唐尼叫驯鹿宝贝。那唐尼面对这些邮件，他基本上是不回应的。可是玛莎也没有在管哦，他就是一直传。那后来玛莎还找到唐尼的社群软体，他 Facebook， 然后去每一张照片上面按赞，包括很久以前的照片。甚至他看到唐尼跟其他女性的合照的时候，他会留言辱骂那些女性。那唐尼接受到这种骚扰之后，他曾经有试图想要阻止这一切啦，包括他有请他的酒吧的老板说，那是不是可以把玛莎放到黑名单，就是禁止他再来这个酒吧。那个老板为了做生意嘛，他就拒绝做这件事情。但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客户对员工的性骚扰啊，其实算是职场性骚扰哦。如果老板不管的话，是会被罚钱的。那后来两个人冲突比较白热化之后呢，玛莎会每一天到唐尼家门口的公车站牌，然后就是坐在那边看着唐尼上下班。然后不管唐尼不理他，他也没关系，他就是反正唐尼出现，他就跟他打招呼；唐尼不理他，他就继续做到唐尼晚上回来，还是看到玛莎在那边，就超级毛骨悚然的。所以后来唐尼终于真的忍不了了，他就去报警。结果没想到他就受到警察质疑说，那为什么你被骚扰要拖了6个月才来？而且唐尼的那些电子邮件，警察也认为说这好像没有什么威胁性啊，想要阻止他立案。这个剧集我在看的时候其实蛮有感觉的，因为他讲出很多被情感骚扰被害人的心声啊。因为有时候骚扰者他做的事情，可能在第三人眼中还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感到困扰？人家对你好不是很好吗？你怎么那么矫情之类的，包括送礼物啊，对你示好等等的。那有关注我们频道的应该会知道，我们之前有一部影片介绍过所谓的跟骚法，其实就是专门对付这种状况的。那跟骚法它的立法背景呢，最早是从2011年现代妇女基金会的时候，它其实就有在开始倡议的。它就是希望女性不要，也不能说是女性啊，就所有人都不要受到跟踪骚扰的对待。可是那个时候的主管机关认为说，如果只是这种情感上的追求，你需要出动警力的话，其实警力是没有办法负荷的，这件事情就被搁置了。一直到2017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世新情杀案。他是一个世新的男大生，他从高中开始就缠着某一个学妹。那其实这个男生原本也不是世新大学，他是为了追求这个女生才转学到世新大学。那就学期间呢，他都会刻意选跟那个学妹一样的课程啊，然后或者是下课的时候跟踪她回宿舍等等的，然后要求学妹要跟他约会。那长达5年的时间，在这个男生眼里，他可能觉得我就是在追求你啊，就有什么不对嘛？这个学妹有一天受不了了，她就报警，结果没想到报警后的3天，她就被这个男生杀害了。
那2020年底呢，又发生一个很类似的案件，就是长荣女大生，她是一个马来西亚籍的女学生，她也是被跟踪骚扰，然后报警几次没有用，结果被强掳杀害。2021年呢，屏东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件，是一个男生他要追求通讯行的女员工，那女员工拒绝之后呢，他就开车把这个女员工撞死了。所以就是这样接二连三发生这种就还不是谈恋爱，只是单方追求就产生情杀的情况，所以其实让社会大众非常哗然，才会促成2021年底跟骚法就3读通过，希望可以去弥补过去没有法可管的这些悲剧。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跟骚法它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他把过度追求这个行为明确的规范出来，并且尽量的拉大范围。像他有明文规定说是骚扰行为的，包括什么站岗监视跟跟踪，就是你如果很喜欢一个女生，你每天去她家楼下送她玫瑰花，这个是不行的哦。你去送早餐也不行。第二个就是以通讯设备进行干扰。它只要干扰哦，基本上就是你一直传讯息，不管你讯息内容是什么，你讯息内容是什么，叫他多喝热水这种事情也不行。对，所以回到寻鹿宝贝这件事里面，像玛莎她一天传80-90封电子邮件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是以通讯设备作为干扰啦。那她后期甚至有打电话到唐尼的那个手机里面，那唐尼不接没关系，他就是每天留言这样子，不管你的内容是什么，它都已经是一个骚扰行为。那还有包括说，如果你没有经过同意订购商品或服务给人家，所以你送玫瑰、送披萨什么都是不行的，就只要人家不喜欢，那要求约会、要求联络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所以就更别说，如果你传一些性骚扰的言语或者是威胁的言语，这个绝对会是跟骚法的范围。只要你是违反对方意愿，然后反复做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对方生活，或者是造成对方恐惧的话，基本上就是跟骚法的适用范围。这件事情好证明吗？没错，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跟骚法虽然把范围扩大了，但是还是要提出证据。所以我觉得寻鹿宝贝很值得看，就是这样，因为它其实有探讨了证据不足的问题，包括说你要尽可能的把你知道的资讯告诉警方，因为唐尼一开始基于一些他自己心理层面的因素，他其实是有隐瞒一些讯息的，所以最初警察会觉得说这又没有什么问题。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协助警方整理资料，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律师的价值所在了啦。因为有一些单独的邮件拿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如果你把那个时间轴明确的让警方跟法官知道，他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在发送这些邮件，在发送这些讯息的话，其实他们就会相信你说这个为什么会对你来说构成一种骚扰。那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去钓鱼执法。因为《寻鹿宝贝》里面有一个剧情是，就是很多性犯罪的受害者，其实他是当下是没有证据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想说，我事后去保留一些证据。那唐尼也是这样想，他想说我没有证据，好，那我就去诱导他讲出一些恶心的话，讲出一些冒犯的话，我来再把这些证据提给法官。但没有想到玛莎也在偷录音，所以后来就警方发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一度认为说，那你们就只是情侣吵架啊，然后想要用警察在那边报复前任而已，他就去驳掉了唐尼的请求。所以其实如果要做事后证据的收集的话，我建议一定要跟自己的律师讨论过后，因为你可以录音，别人也同样可以，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那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勇于报警啊。很多受害者当下就是会觉得说，我要拿什么去告？可是有一件事情也很现实，你时间越拖越久，其实你的证据资料只会越来越少。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发生的当下你们是有肢体冲突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赶快找朋友去做验伤。那第二件事情是，性犯罪它常常发生在很隐秘的地方，所以未必会有直接的监视录影器。可是现在监视器到处都是，所以可能会有路口的这一些时间地点相关时间地点吻合的监视录影器的话，其实它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证据。所以你去回想 Me Too 那些案件，最初的时候有一些加害者，甚至他们是说他们不认识受害者的。但如果你在初期就把这些证据、监视录影器保留下来，明显你们就是有同进同出的状况的话，其实加害者的谎言就很容易被打翻了。除了我刚刚说的，他把范围明定出来的话，其实跟骚法是有要求警方要立刻展开调查，就只要接到报警，你调查过后有嫌疑，基本上你就要发书面警告给那个加害者。
那除此之外，警方也会被要求说要加强被害人所在区域、他工作区域、居家区域的巡逻工作，他是有积极在保护被害者的。那除此之外，跟踪骚扰这件事本身就是有刑责，它是有1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可以并科罚金的。它跟过往的保护令不太一样，保护令是你申请之后拿到裁定，对方再次违反保护令的时候，你才可以用这个法条去告他。但跟骚法没有，跟骚法基本上只要你做了，就算我是后来才拿到我的那个书面保护令的，你还是可以用跟骚法这一条去告他。所以跟骚法它其实是一个保护安全的好武器，我觉得不管男生或女生都应该要去了解。那之前直男研究社有一个是骚扰女方妈妈的，这种要怎么办？哦，其实跟骚法有用心的点就在这里，它在规范对象上是有扩大的哦，它不只是被追求的本人，它被追求人的配偶、同居生活者，或者是跟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就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啦，你同居的室友啊，你的男女朋友、你的父母等等的。所以如果是这些人，他有受到追求者的骚扰，这个也算在内。就是他不是追你没有错，他是追你的女儿、追你的儿子，但他来骚扰你这件事情也有包括在内哦。所以像那个直男研究社，不要以为骚扰别人妈妈就没有事情，那个是会有罪的。在面对这种性暴力跟性犯罪的状况啊，其实受害者一开始都是非常难以启齿的。就像《寻鹿宝贝》里面其实有一个剧情，因为他被骚扰的人是男性嘛，所以他一开始甚至认为说报警是不是让人家会觉得我很懦弱，所以他不敢。那中间有一段剧情，我觉得蛮打动人心的，就是他报警过程中不是一直被阻扰嘛，他就有问警方一句话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女生，你还会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吗？所以其实他就是点出说，性犯罪的受害者他的处境很艰难，那性犯罪的男性受害者其实处境又更加艰难。今天做这一集，其实最主要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台湾的法律在保护网上面，它其实有尽全力去建制了，但要不要启动这个保护网呢？其实还是受害者本人去做决定的。如果真的遭受这样的侵害的话，鼓起勇气去报警。那如果你身边有人遭受这样的侵害呢，你一定要给他满满的爱跟鼓励，让他知道他并不孤单。我是卓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